苏格兰籍的佛教学者 John Campbell 本身也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修行者，还曾经在1970年代担任第一世塔鲁仁波切的英文翻译，但是他却在1996年时出版了一本书，叫《Traveler in Space: Gender Identity and Tibetan Buddhism》。他居然指控自己被卡鲁仁波切骗去双修。坎贝尔说他一开始是不大同意的，但是作为一名修行者又很想一探无上瑜伽的奥秘，所以他最后成为了卡鲁仁波切双修的伴侣明妃，长达3年。但是卡鲁仁波切呢，他在1989年就已经圆寂了，所以无法对这些指控做出回应，而他的追随者呢，也对这件事大都保持沉默。那么坎贝尔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大转弯，从虔诚的修行者变成宗教骗色的受害者呢？他提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并未真正理解双修的全部意涵，当时他答应只是出于一种对宗教威望的顺从。坎贝尔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理解了双修到底是什么，它的修行条件又是什么，你根本很难被骗。双修到底是什么呢？大概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印度后来被称为无上瑜伽的密续经典里就提到了双运这个词，这个就是双修的原型。为什么说是原型呢？因为双修其实只是双运瑜伽的简化翻译。原本的双运在印度密教里指的是方便与智慧或乐与空的合一修持。当时呢，有一批密宗大成就者，他们被称为84大成就者，其中有好几位像是那洛巴、罗蒂巴都有这个修双运法的记载。后来大名鼎鼎的莲花生大师，他在公元8世纪时受到当时的西藏国王赤松德赞的邀请，将大量的印度密法带入了西藏，还创立了宁玛派。根据记载，他在弘法的过程中与空行母耶喜措家进行了包含双运法的修持，所以莲花生大师也被视为是将双运法纳入藏传佛教系统的先驱之一。那么只有佛教才有双修概念吗？其实道教也有。道教双修的概念是出现在大约唐宋之间，大家可能也听过，就叫房中术。你可能会问，那道教的双修是不是也是印度传过去的呢？其实更可能是各自发展出来的，因为道教本来就很重视精气神的修炼，他们认为精是生命之本，所以透过控制房事来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简单的说，就是从肉体一路练到元神飞升。有趣的是，他们修习的原理和方法大同小异，而且目的都不是追求感官的刺激。不过这套修持一直不太被朝廷接受，不管是哪一个朝代，执行双修的团体往往被视为是邪教，甚至有人因此被处死。尤其是在清代，道教双修曾经遭到严重的打压，很多经书都被焚毁。在西藏本土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祖师之一宗喀巴大师，可能也看到这个双运会被人乱用，所以他强烈主张双运应该延续密续原典中的观想为主，而且还把它戒律化，明确规定僧侣不得实修，只能观想双运。一般人呢，则需要具备空性正见、气脉功力、灌顶资格、持戒清净等等极为严苛的条件，才能进行实修。而且印度和藏传佛教的双修都强调整个过程中不漏、不动情、不执着，透过专注与能量导引体验所谓的乐空不二。而道教的经典呢，像是云集7000里所提的双修这个概念，也强调在过程中要气入丹田，不泄精、不沉迷，而是引导性能量运行小周天，转化为灵力。可以说，不管是哪个门派，都有个共识，就是双修的目的是让男女双方体验到个人界限的消失，达到合一优点的体验。或者你要说成佛成神也行，总之只要有一方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就没可能达成这种转化，反而双方都会被情欲卷走。例如，你要透过身体的觉察与能量控制，引导能量往上，达到觉醒的状态。道教的说法就是导引经络环绕体内形成循环，把精气转成内丹，其实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但是如果你没有在灵修，或者才刚开始接触，只是看字面上的意思的话，你是无从体会的。首先，什么是身体的觉察？你要觉察到什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知道你身体需要吃什么，不需要吃什么吗？我在刚开始学习冥想的头1年吧，现在是第4年了。第1年的学习呢，我刚好时间很多，所以冥想的很密集，时间也很长。有一天真的是突然之间，我发现我对可乐完全失去兴趣。我以前是每一餐都要喝可乐，家里的可乐快没了要立刻冲去买的那种人。但是有一天我去超市的时候，就经过成堆的可乐，我一点都不想买。我当时很惊讶，怎么会这样？
后来才知道，我们的饮食经常是惯性使然，而不是真的吃自己身体需要的食物。所以当你觉察力提升时，你就会真的感受到你的身体其实并不需要可乐或是珍珠奶茶，它需要的是蔬菜水果和白开水。再来，我们说能量控制，也是举个有在打坐的人很多都会有的经验，就是你能不能感觉到体内的气在流动。如果你有冥想打坐啦，做灵修一段时间了，只要你静下来，甚至都不用闭上眼，你就能感受到体内的气。你也可以透过呼吸啊和意手来移动体内的气。基本上只要静下来，你就可以开始凝聚体内的气。像我会把气从这个脊柱往上推到头顶，然后冥想的时候特别好用，它会像一个免费的拉环拖住你的头，会让你的就是头很轻松。这个拉力还可以让你这整个身体很放松。这些都只是随便举个例，但你们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双修要求的对身体的觉察和能量控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你需要长时间稳定有效的灵修。而且别忘了，你还要跟另外一个人同步，控制整个能量的流动，达到更高的觉知，打破我们所说的二元性。道教说的出神入化，虽然没有规定双修的过程要多久，但通常可以持续几小时。所以不管男女双方，你要如何在整个过程中保持高度的稳定，你想也知道那是很困难的事吧？如果你一个没做好，不够稳定，那双修就变成感官刺激了，那你还修什么呢？那么为什么要双修？双修并不是一个必要的修行方式，只是因为性的能量很大，但性欲本质却难以控制，通常被认为是修行者最大的障碍之一。但人身体的机制摆在那儿，而瑜伽是强调不要和自己的身体构造对抗，你也对抗不了。举个最有名的例子，叫你不要想猴子，你是不是脑袋里立刻就跳出一堆猴子？所以同样的道理，性欲是天性，尤其是年轻人啊，还血气方刚的时候，甚至有些和尚不是都会闹出性丑闻吗？因为你不能用压制欲望的方法去消灭欲望，你越压制它，反弹的只会更厉害，最后你只会爆炸。所以像 Tantric 就是采取直接面对并转化性能量的策略，让最大的障碍反过来成为最大的助力，还能加快你的修行之路。没错，双修就是一个强大的转化性能量的方式。其实能量提升对修行者来说啊，非常的重要。这也是为什么 Sadhguru 每年都特别强调，在湿婆节这一天，要尽可能长时间的冥想，或者至少保持脊柱挺直。因为在这一天，自然能量呈现上升的趋势，会大大的帮助修行者突破限制。从科学角度来说，当我们长时间保持脊柱直立，身体会进入一种能量通畅的状态。从灵性观点来看啊，这象征着脉轮系统的觉醒与精微能量的上行。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古老的修行都强调坐姿要端正，因为身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导体。 We call your spine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We call it Merudanda. That means it's the axis of the universe. If you could not see like this and feel like this, you wouldn't know there is a universe. Only because of your experience, there is a universe. And the center where your experience is being transmitted is through your spine. If we cut a few wires in your spine, you will have no experience even of the body. Your ability to experience the universe is rooted and centered in your spine. We are calling your spine as the axis of the universe. 朝圣也是同样的原理。其实很多的古庙啊，或是圣地是建在能量的交汇点，例如印度的阿鲁纳查拉山，南北麦线上的湿婆庙，尼泊尔的这个帕斯帕迪纳寺，那里的能量流动特别强烈，所以如果你在那打坐冥想，效果应该会更好。还有被视为灵性加速器的印度卡拉什神庙。In India, there is a temple called the Kailash temple, where this was not built, it was cut into a mountain from the top, okay? They took out some 4 million tons of rock. Sadhguru 带团去过很多次朝圣，他说这是地球上最强大的能量节点之一。他说你不必信仰，只要接近它，就会被转化，达到灵性的突破。一般来说啊，如果你每天持续做各种冥想等灵性练习，经过一段时间后，多久因人而异，但是你就会发现你的欲望下降了，尤其是性欲。因为性能量一般而言是往下和往外流动的，这个能量会带来繁殖和欲望，而向上的能量代表灵性的觉醒，所以修行会自然而然的把能量往上拉。当然，能量的提升有很多方式，被污名化的双修也不仅仅是关于性，甚至性仪式仅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只是大家一听到性就眼睛会放大，然后直觉就是不洁的、肮脏的。实际上，双修的核心理念就是用生命最强烈的能量作为觉醒的工具。因为性能量不只是繁殖，也是一种创造的力量。你创造了另一个人，这个能量能不强吗？所以这个力量呢，也被称为 Shakti。
Shakti 就是能量、生命力的意思。我会在下一支影片和大家介绍能量的运作原理，怎么去利用它，大家就会更能明白双修不是乱来，不要再被骗了。双修具体怎么操作呢？虽然我们不太可能去做双修的练习啊，因为要求太高了，你要有老师啊、灌顶的仪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一下，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但是如果我的影片被打黄标，我就要拿下来剪掉重上。首先，修行者要先经过长期的进化，这包括了饮食啊、瑜伽啊、各种灵性练习，才能达到心性高度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也告诉了你，当一个宗教人士和你说要和你双修时，你不知道他的功力没问题，但你总知道你自己的吧？不是高端的修行者根本就达不到双修的目的，所以很显然是骗子啊。再来，修行者还要透过特定的咒语 mantra 唱诵，例如 Om Namah Shivaya。然后经过特定的仪式进入深度冥想状态。光是这个深度冥想状态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没经历过，然后就要双修，这等于说你走路都走不稳了，就想要直接练习飞天，那怎么可能呢？然后呢，当两个人正式进入双修时啊，他们会透过这个双眼凝视彼此，来达到强烈的情感连接，但不执着，而且整个性行为的过程是很缓慢的。修行者要完全的专注于内在。前面也说了，你要能觉知到一切的变化，包括内部能量的流动啊，还有透过喉式呼吸法呀，还有这个邦达这个锁印啊，把性能量向上导引。光邦达这个锁印导气的这个部分都不知道练多久。如果你看书，它会写说是收紧会阴区域，阻止能量向下流失。但实际操作上啊，你收紧这个根锁与副锁的同时啊，身体要放松，保持稳定的呼吸调息，还要能随着整个过程把能量沿脊椎这个一路引导至顶轮这个 Crown Chakra， 而且还要在每个脉轮停留净化，才能真的达到前面讲的合一的目的。这个感觉像什么呢？大家也可以顺便检测一下，就是你平常冥想时能不能至少20分钟，不要胡思乱想，能不能感知到这个能量在脊椎啊脉轮中流动。例如像我是一手在脊柱把这个气往上推，配合长呼气长吸气把这个气推向头顶，感受到这个顶轮发热或者是震动，就是你会感觉到头颅内很热很热，但是不会不舒服，也不会头痛，有时还会就是有一种被气包住往上浮的这个感觉。当然我没有和人双修过啦，我只是以自己的经验推测，把能量往上推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但双修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人嘛，所以你还要有强烈的情感作为驱动力。这个刚刚讲的双眼凝视彼此，听说还可以帮助同步能量的循环。但是呢，虽然这个双修的过程情感要很强烈，可是又必须纯粹，不可以有执着或者沾黏。你不能双修后变得爱得死去活来啊，占有欲什么都来了，你懂吗？可以说双修啊，集合了大部分的修行的难度。修行者真的是处在一个各方面都很稳定的状态，才能用这种方式修行。所以，与其说双修是修行的捷径，不如说它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法呢，确实可以加快修行的脚步和深度，但更有可能的是让你跌到欲望的深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师其实并不鼓励人去双修，哪怕是刚刚讲的高阶的修行者啊，他们的双修啊，更多的是用观想的方式，感觉自己和象征智慧与能量的本尊合一，而不是真的就是进行实质的性行为。但其实啊，不管是双修啊、朝圣啊、湿婆节冥想啊、平时的灵修等等，核心概念都是将能量从较低的形态转化为更高频的灵性能量，最终达到开悟的目的。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执着在性这个层面，我们了解双修也不是为了真的要去实践它，而是透过理解这些高阶修行的原理，更深刻的明白修行的目的就是觉醒，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让你的生命充满无限的可能。我是樱桃洋子，我们下回见。